架，曾舜晞美到令人屏息，这场爱恨交织的宿命之恋太上头了。火爆开局，首播即爆，不容小觑的仙侠劲敌。在炎炎夏日的剧集混战中，一场突如其来的仙侠风暴掀起波澜，由白鹿和曾舜晞领衔出演的新剧一上线便高歌猛进，迅速斩获观众的心。首日即登顶热度榜榜首，6集连播引爆社交平台。谁能想到这样一部融合爱恨情仇与玄幻奇缘的作品，竟成6月最具冲击力的爆款。开播1小时内热度飙升5倍，广告时长打破纪录，观众口碑纷纷刷新，称这不是剧，是视觉与情绪的双重轰炸。三婚三离的话题设定直击情感底线。什么样的剧情能在未播先火的状态下突破预约400万？答案是极端又真实的情感冲突。3次成婚3次离婚，每一次相遇都是宿命的重逢，每一次分离都是爱恨交织的撕裂。这部剧不再追求仙侠童话，而是将情感深挖到人性的灰色地带，观众看得揪心，却也欲罢不能。白鹿饰演的李清月不再是柔弱小白花，白鹿的李清月彻底颠覆以往仙侠女主的形象。她不是高高在上的仙子，也不是柔弱无助的爱哭鬼，而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怨有爱的平凡弟子。她被宗门忽视，名字常被叫错，却依然乐观开朗，甚至在最狼狈的时刻也不放弃用笑容回应世界。她用肢体语言反击冷漠师兄，带来不少喜感，又因误伤而坠崖，引发人生大转折。曾舜晞饰演的白九思，冷酷之下的温柔杀气。白九思一头银发白衣胜雪，仿若降临人间的谪仙。曾舜晞赋予了这个角色独特的灵魂，表面冷峻无情，实则内心深沉炽热。他救李清月于危难间，仅一个转身便令无数观众为之心动。而最震撼的一幕，他化水为冰，静静拖住从崖上坠落的李清月，仿佛时间都为这一刻暂停了。美得令人屏息。初吻即嫁，最不按套路的情节设定，最上头的 CP 化学反应。李清月与白九思的关系发展如疾风骤雨。第1集接吻，第2集就嫁，观众一边惊呼太快了，一边疯狂磕糖。而这一切的源头，只是一只调皮的猴子让李清月意外亲上白九思。他傻乎乎地表示要负责，第2天便带着全部家当下聘。这一举动既逗笑了观众，也埋下了深情伏笔。爱到极致，恨到骨血，命运的回环再一次将他们捆绑。白九思误将李清月视为旧爱花如月的替身，对她若即若离，而李清月却在不知情中真正的再次爱上了他。这段情感拉扯不再只是我爱你与我不爱你的单线循环，而是贯穿了前世今生的悲怆与宿命。在嫁去玄门的路上，他竟在无知中完成了与白九思的第2次婚礼。这一次是强迫，是误会，更是未解的纠缠。被误解的勇气，白九思的守护宣言。当宗门误会李清月通敌欲废其修为之时，白九思从天而降，一剑劈开疑云，大声宣布他是他的仙侣。这一幕震撼无数观众。他冷面互爱，挺身而出，不只是情感的表达，更是一种誓言。我认定你，不管过去是否重叠。张纂，最令人心疼的男二，爱而不得的注脚。由陈新海饰演的张纂，暗恋李清月多年，从未表白，却在白九思出现后，眼睁睁看着他笑靥如花。他问：你喜欢他吗？他不言语，却早已在眼神中承认。他的悲情是整部剧最深的叹息。他不是输给了白九思，而是输给了命运。仙侠剧中的共生体概念首次破圈尝试。共生体的设定在仙侠剧中前所未见，不再只是灵魂交换或双重人格的老套路，而是将2个命运截然不同的人，通过命运之线紧密连接，灵魂与情感交缠。这种设定打破了传统一个人一个命的设限，让角色在成长中不断面对我是谁的终极拷问。对李清月来说，这种共生让她不断迷失，也不断觉醒。她不再是别人影子的替身，而是在挣扎中找到真正的自己。观众仿佛能看到自己的投射，在外界标签与自我认知的拉扯中，我们也常常陷入自我怀疑。但正是这种反复挣扎，才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个体。3段婚姻
从宿命重逢，到情深误解，再到心死离散。三段婚姻不只是剧情上的高潮，更是李清月和白九思情感旅程的缩影。第一次是懵懂的相识，相信一眼万年的童话；第二次是误解与利用交织的痛苦结合，他在无知中走进了深渊；第三次则是看清真相之后的勇敢面对，哪怕伤痕累累也不再逃避。这三段关系像极了现实中我们对感情的3次认知转变，从幻想到幻灭，从依赖到自立。剧中所展现的不是童话的圆满，而是爱情中最真实的痛与成长。他提醒观众，真正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，而是在伤痛中依然选择牵手，或有勇气放手。爱与恨的边缘是成长的代价。在这部剧中，李清月的成长不再是靠男主宠爱堆砌出的表面强大，而是在误解、被遗忘、被抛弃的现实打击下逐渐蜕变的过程。他从一个连名字都被叫错的小透明，成长为可以直视爱恨、拥有选择权的独立个体。这种成长并不美丽，甚至布满伤口，但每一次跌倒后站起来的他都更坚定。观众从他的故事中看到自己，我们也曾在亲密关系中迷失自我，也曾被忽视、被冷漠，但真正让我们成熟的是那个依然愿意拥抱世界的自己。这部剧用最温柔的方式讲述了最残酷的成长真相，视觉与节奏的双重盛宴，顶配制作令人惊艳。这部剧在视觉上的用心几乎可以媲美电影级别，无论是仙气缭绕的云雾山峰，还是波光粼粼的凌迟幻境，都让人沉浸其中。而特效的细致程度不再是浮于表面的炫技，而是真正服务于情感的表达。比如白酒思化水为冰救李清月那一幕，不只是惊艳的视觉奇观，更是他内心柔情的外化。节奏方面，6集一口气播放的安排，打破传统慢热套路，让观众迅速带入情节。这不是简单的快节奏，而是一种张弛有度的把控，既紧凑又不失层次感，真正做到了内容与节奏的完美融合。不再讲正邪之分，而是人性灰度。剧中不再用好人坏人来简单分类，而是让每一个角色都充满复杂性，每一段关系都纠缠于权力、欲望与选择之间。正因为模糊，才更贴近现实；正因为真实，才更容易引发共鸣。曾舜晞与白鹿的对手戏，天衣无缝，情绪炸裂。2位演员的表演令人赞叹，白鹿一如既往的细腻灵动，曾舜晞的克制与爆发形成鲜明对比，张力十足。他们的每一次眼神交汇都藏着千言万语，尤其是那场假意洞房的戏码，明明彼此动情，却互相试探，情绪张力拉满，令人心痛不已。这不只是仙侠，这是现代情感的隐喻。你爱的是我，还是你记忆中的他？这句话像刀子一样刺入每一个观众心中。多少恋人因为回忆的影子而错过眼前的人。这部剧让人重新思考，什么是真爱？什么是执念？什么是放手？一场令人无法移开目光的爱恋正在悄然绽放。这部作品不只满足了观众对爱情的幻想，更用极致的节奏与视觉美学打破仙侠疲劳症。它既有宏大的叙事，也有细腻的情感刻画，每一集都像是情绪与美感的双重炸弹。如果你也曾在爱中迷失，在恨中挣扎，不妨看看这场宿命的碰撞。感谢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观众，欢迎你留言分享你最心动的一幕。如果你也被这段仙侠情缘打动，请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你希望李清月和白九思能否迎来第4次婚姻，还是彻底告别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